魏无羡，哈哈哈哈，别绷这么紧，我说着玩的，知道你自制力强，就算我年轻力壮，也不可能熬那么晚的，毕竟平时还得上课。不过早上6点我还真起不来，算了算了，当我没问过，还是寄希望于我家的遗传基因吧。蓝忘机，会长的。魏无羡笑了，浅白色的馄饨皮一入碗就裹了一层辣油，他小心地把皮挑开，剥出没沾辣的馅，又放回蓝忘机碗里，道：“来，还你。”他压低了声音，说实话，这儿的东西味道好一般，也就肉馅还成。又挤眉弄眼道：“回头我买材料，蹭你的饭吃呀，一想到你煮的面就馋。”这话一出口，魏无羡就有点后悔，小心翼翼地偷看蓝忘机的脸色，却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。等了一会没等来回应，又有点虚。他心道：蓝忘机这么忙，冒冒失失让他做饭给我吃，是不是太自来熟了？可要是补一句不白蹭，下周6过来一起练习的时候随便煮点就行，又太刻意了，还像是在点菜似的。正忐忑间，却见蓝忘机把空碗和筷子推到一边，道：“好。”顿时那点忐忑烟消云散，魏无羡笑得眼睛都弯了，道：“那我可有口福了，嘿嘿嘿嘿，到时拍张照片发酵论坛上，让我也享受一下爆帖飙红1个月的感受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嗨嗨。LHW 校园男神蓝忘机，上得厅堂下的厨房，要不就校草的危险游戏之围裙 play。 蓝忘机断然否决，不行。魏无羡，啊，蓝忘机，发了就别再来了。魏无羡撇撇嘴，道：“哦，好吧，开个玩笑嘛，不发就不发。吃好了，走吧。”他站起来走了2步，转念一想，蓝忘机刚才语气是不是有点凶？看不出来这人还挺注重隐私的，但是只说不让发，那只拍照不发，可以吗？等等，我没事拍男的照片干什么？但这可是蓝忘机呀！蓝忘机的话不行，机不可失。于是魏无羡猛地转身，一把拦住蓝忘机的脖子，举起手机道：“快看镜头！”蓝忘机，咔嚓，成了。魏无羡心虚，不敢看照片拍的好不好看，怕蓝忘机回过神让他删了，赶紧把手机揣兜里，说着首次合奏留念：“我回去了呀，拜拜，就往外冲。”只是他刚冲出去半步，脖子就被牵了一下，从后面罩来一条绒绒的围巾，淡淡的檀香气息晕浮而起，暖烘烘的，和蓝忘机的拥抱是相同的味道。魏无羡腾的一下就红了，他完全不敢扭头，只含糊地道了谢，推门打算落荒而逃。然而落荒而逃并没有成功。小店外雨幕滚滚，天地泼洒成一片水雾茫茫。积水没过了步道和主路间的错落，大雨2个字已经不足以概括这场浩荡，往往会在前面再加个词：瓢泼。魏无羡呆若木鸡，这才没多大会儿，也就吃了一碗面的功夫，怎么就忽然沧海桑田了？这雨什么时候开始下的？他怎么完全根本一点儿都没听见呢？天啦，这要怎么回宿舍？从他宿舍楼到美食街，中间隔着教学区和一片湖，小跑过来都要至少15分钟。蓝忘机和他并排站着，向外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上楼吧。”魏无羡满脑子怎么办要游回去了，一听便有些僵硬地转过头，看着他，茫然道：“啊。”蓝忘机，稍等。他转身回去，跟老板打声招呼，借了把伞，再折回来，拉起魏无羡，一起冲进了雨中。博士楼与美食街的距离非常近，可尽管只有这么区区几十米，等跑回蓝忘机的房间，魏无羡大半个肩膀都湿透了，冻得直打哆嗦。雨实在是太大了，风也大，伞几乎挡不住什么。而蓝忘机把他塞进浴室，又立刻出门还伞去了。魏无羡冲了个战斗澡，穿上蓝忘机的备用睡衣，出来果断开了暖风，又找出电水壶，把热水烧上了。刚才那一路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把伞几乎完全撑在他这边，连他都被淋成这样，蓝忘机的状况只会更惨。壶嘴处渐渐腾起了白色的蒸汽，魏无羡双手抱膝，在椅子上缩成一团，鼻尖埋进膝盖，心道：要命，是比拥抱什么的更要命。而且刚才在雨里，虽然场面混乱，但是好像是不是牵手了？蓝忘机发烧了。
有道是病来如山倒，魏无羡万万没想到，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一觉醒来，他先是觉得身边暖烘烘，好似挨着火炉，再一看表，8点半，吓了一跳。闹钟没响，大约是想过了。残骸还在他脚底下躺着。说好的规律作息，说好的6点起11点息呢？魏无羡大喜，一转头打算好好嘲讽一番蓝忘机，却见蓝忘机脸色苍白如纸，呼吸轻的几乎听不见声音。他吓出一身冷汗，再一摸，热的，没死，但是裹进被子里的皮肤烫得要命，露在外头的手和脸却是冰的。魏无羡惊慌失措，差点从床上滚下去。他自己很少生病，也完全没有照顾病人的经验，除了想起来病人该多喝热水之外，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直到蓝忘机醒了，哑着嗓子打电话，交代同学帮忙照顾实验，魏无羡才顿悟，也赶紧掏出电话，翻出外援，噼里啪啦发过去一大堆消息。别随随便便陈情哈姐，江湖救急，发烧怎么办？救命啊呀呀呀！要死人了！表情包承没人回。魏无羡抓耳挠腮，从卧室走到客厅，又从客厅回到卧室，满打满算20平米的宿舍间，一会的功夫被他绕了不下800圈，还是没回。魏无羡实在坐不住了，拎着热水壶进卧室，放在床头的水杯还是满满的。他试了一下蓝忘机的额温，道：“你渴不渴？要不再喝点水？”蓝忘机脸色照旧苍白，本就淡薄的唇色更浅了些，但这点憔悴竟丝毫不损那超乎寻常的颜值，反而因为多了一抹病容，更添了不一样的风姿。蓝忘机轻咳2声，道：“不用。”嗓音又哑又沉，蕴含其中的电流反倒仿佛比正常版更强劲了些。魏无羡忍不住吞咽了一下，勉强压下用亲吻将唇瓣染回原来色泽的冲动，道：“真的不用吗？我又烧了一壶。”蓝忘机已喝3杯了。魏无羡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，道：“那我给你换一杯热的吧。”蓝忘机看了一眼还冒着热气的水杯，默默无语。魏无羡见他不说话，只当是默许，换了一杯滚烫的，又绕回了客厅，摸出手机再看，还是没回。不行了，等不及了。他点开通讯录，果断拨号。魏无羡，喂，晴姐你在吗？早上好，你醒了吗？江湖救急，等你救命啊！对面默了几秒，一个有点迷蒙的女生回答道：“什么事？谁要死了？”这语气实在不怎么好。魏无羡顿时缩了，调动全部情商，憋出来一句：“那个，这么辛苦啊，昨天又加班了。”温情，我就没有不加班的时候，4点多才下手术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，别耽误我宝贵的睡眠时间。魏无羡忙道：“别挂，好姐姐发烧该怎么办？”温情，你病了？魏无羡，不是我，是我一个朋友。温情，那你这急火燎的打什么电话？确定是发烧？多少度？校医院去了吗？药吃了吗？魏无羡，没，昨晚淋了雨，应该是发烧吧，不知道多少度，我刚摸了一下额头，感觉不出来。